世界4大军校分别是美国西点军校、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法国圣希尔军校，还有英国的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英国的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1947年，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这个名字正式改称，在之前它还是2所不同的军校，分别是英国陆军的皇家军事学院和皇家军事大学。皇家军事学院成立较早，在1741年，是专门为皇家炮兵和工兵训练的贵族学院。在2战开始前，英国坦克部队中有半数以上的军官都出自皇家军事学院。皇家军事大学比前者晚了几十年，在1800年成立。它的成立还是因为英国的老朋友法国。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英国出兵干涉，但都失败了。当时的英国陆军约翰·马增特少将痛定思痛，向上级建议成立一所参谋军官学校。面对战事不顺，英国高层就同意了这件事儿。学校在1800年成立，这就是桑赫斯特的前身。后来英国的各个兵种也相继成立了军校。2战爆发，不少军校关闭，只留了几个相对重要一些的。1947年，皇家军事学院和皇家军事大学正式合并。现在的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位于伦敦市西30英里的伦敦路北侧，占地875英亩。学院的老校区是原来的皇家军事大学。该楼区在1801年到1812年设计施工，在大门西侧有8根立柱，大门被滑铁卢战役的大炮护卫着，两侧是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大炮。进入大楼正门之后，可以看到具有历史风采的兵器画。在大楼内部，除了办公室之外，还有各种博物馆，有关于战争的，也有关于各种军队的。桑赫斯特的新学院楼群始建于1911年，它这个新只是对于老校区而言，建筑风格上具有印度新德里的特色。在楼门入口有2处门，虎头大炮作为装饰，室内有着各种精致的金银器和名画。在新校区广场南侧有2座有名的纪念碑，其中的隆伯格什纪念碑是蒙哥马利元帅接受德军投降时的，在1958年迁移到了桑赫斯特。另外一座是法国王子英皮里尔的立像，他是拿破仑3世的儿子，曾经在乌尔维奇军事学院学习。1879年在祖鲁战争中丧生，按照辈分来说，他该叫拿黄爷爷。他父亲拿破仑3世是拿黄的侄子。桑赫斯特的丘吉尔大楼区在1970年建成，该楼的设计师因此还获得了建筑学会奖。因为桑赫斯特的历史悠久，所以它除了是一所军校外，还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博物馆。古今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学员，想要进入桑赫斯特，先要接受一个类似学前班的学习，接受军事技术训练和理论教育。在其中取得优等成绩的人，可以直接升入到桑赫斯特。桑赫斯特十分的全面，可以培训不同层次职位的人才，有预科班、标准军事班、正规职业军官班、大学毕业生标准军事班、妇女军官班。相应的设置有标准军事课程、正规职业军人课程、标准研究生课程、皇家妇女队课程、罗阿伦联课程，还有一些短期课程。桑赫斯特标准的军事课程学制为28周，分为2个学期，主要学习步兵小分队战术、识图、用途、通信、武器操作和使用、队列、3防、急救后勤等。正规职业军人的课程学制为24周，课程主要内容是战略研究、民主社会与军队、国防事务、军事技术、法语和德语。除了军事课程外，桑赫斯特还有对文化学习有严格的要求。文化考试合格的学员必须进入赫里文皇家军事学院或者其他的地方大学学习文化课程，并且取得学位。文化考试不合格的有专门的特别训练班，达到一定标准后才能去到军中任职。桑赫斯特的标准研究生课程由下任的皇家胜利学院担任，学制为28周。该课程是为了招收地方上的大学毕业生，课程教学大纲和标准军事课程类同，在毕业后不再用学习正规的职业军人课程。妇女大队课程是由皇家妇女大队学校担任，只招收女性学员，教学大纲和男学员相同。皇家罗阿伦联课程是为了没有达到正规陆军遴选委员会规定的入选标准的毕业开设的预科班，学制为12周，训练科目以步枪射击和初级无线电报务为主，提高他们的素质。通过该课程考核，进入标准班学校。
没有通过考试的退回原部队，相当于进入桑赫斯特的2次机会了。学员的毕业分配采取个人选择和团队选择相结合，在标准课程开始后的前8周，会有各个兵种和单位的人去到介绍该单位的基本情况，每个学员可以选择3个意向单位，之后就是选定单位的面试，那些没有被选中的学员会交由任命委员会安排。桑赫斯特还负责训练和军队签订服役合同的地方大学生。地方大学的学生和军队签订服役合同后，在大学学习期间到桑赫斯特学习进行2个月的军事训练。在训练结束后，他们会获得临时的中尉军衔和助学金。他们在大学毕业后会作为见习军官，再次到桑赫斯特军事学院的陆军训练班接受训练，算是回炉了。在训练完毕后，按照合同去到军队中服役。从桑赫斯特走出的知名人物还是有不少的，比如丘吉尔、蒙哥马利、英国皇室的威廉王子、哈利王子，还有嘴臭五常的卡扎菲。丘吉尔在1893年考入桑赫斯特的前身，毕业之后当过随军记者，在英国的各个殖民地转了一圈。在1900年10月，丘吉尔当选议员，开始了长达61年的政治生涯。虽然他代表的是保守党才当选议员的，但在政府工作中屡屡抨击保守党政府的多项政策，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之后的一段时间，丘吉尔一直不温不火。一战时期担任海军大臣期间，因为他的错误指挥让英国付出了巨大代价，他被下放到军队中担任营级军官。一战结束后，他的政治生涯仍然不平，直到2战成为英国战时首相，为英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第2位，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蒙哥马利1907年考入桑赫斯特，在毕业后去到英国驻印度皇家沃里克军团。1913年，蒙哥马利被调回国内，开始系统学习军事艺术。次年，一战爆发，蒙哥马利在一次战斗中胸部受伤，被送回英国医治，因其作战英勇，被授予杰出服务勋章，军衔升为上尉。1915年，恢复健康的蒙哥马利在国内负责训练国民兵。1年后，他被调往法国西线战场，升任旅参谋长。在大战结束后，蒙哥马利开始总结战争经验。他认为军事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战场上士兵的伤亡主要是指挥官无能，缺乏有效的作战计划。在1920年，他进入坎伯利参谋学院学习，进行深造。在学习期满后，蒙哥马利被派到了南爱尔兰镇压新芬党的独立运动。他本人十分厌恶那场战争，他说这样的战争对官兵是有害的，他降低了军人的品格和骑士气概的标准。我为他结束感到欣慰。2战爆发后，英法联军在欧洲战场上连连溃败，蒙哥马利也参加了后来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但是他并不甘心。后来他去到北非战场，面对被称之为沙漠之狐的隆美尔，在阿拉曼战役中战功显赫，晋升为陆军上将。他在退休后一直作为民间人士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在1959年曾经访问苏联，次年5月和9月2次访问中国。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我们